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我是董敬豪，向全球各地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问好，大家平安顺心。马上为您介绍这集的3位来宾。第一位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第二位时事评论员王尚志，俊乔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陆军退役少将李正杰。金乔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欢迎3位来宾加入我们今天讨论。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持续放在现在全球最大的重点，就是美国跟伊朗在中东的议题上，现在谈到什么程度了？我们看到呢，这个美伊呢签署谅解备忘录啊，终于是进入到一个收尾阶段了。那么美国总统川普他原本就可以想这个大声宣布说，哇，中东战火降温了，油价要暴跌了，美国经济要再次往上，因为下个月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美国的250周年纪念日要来了嘛，建国250周年，当然要普天同庆啊。但是现在伊朗冷冷的一句话呢，不好意思哦，就还是把你这个世界还是存在了很多的变数，要把这个谈判桌掀翻给世界看，因为证明呢，荷木兹海峡现在的掌控权还是在伊朗的手上，美国还是要持续被他拿捏。尤其我们看到最直观的油价好了，还是取决于这条水道究竟要不要收费。那么现在伊朗呢，他们就在玩一个所谓的文字游戏，说这个不叫做通行费啊，我们可以给它改变其他的叫法，你可以管它叫管理的服务费，那这不叫过路钱，你可以给它叫海事的服务费，等等等等，反正一句话就是我要持续在这个地方收钱，你想要过这边，你就剥层皮就对了。那美国当然是无法接受啊，卢比奥说了什么？全世界都不会接受这样国际航道被收费的状况，因为自古以来大家通过这边都是大家就是自由的嘛，就是没有要跟你收费嘛，所以美国主张的就是开放这条水道就是免费通行，他们只接受这个方案。那会不会是这样子继续演变呢？因为这个海峡的问题一天不解决，美国国内油价降不下去，通膨降不下去，会不会影响到后面川普期中选举的政治炸弹？这一直是他心头刺的一个状况。即便现在战争已经降温，我们也观察到布兰特原油的价格都已经有稍微的在走跌，但是普罗大众也还会觉得我加个油贵的要死，这个体感啊，跟战前比起来是回不去的感觉。所以我先请教一下杨老师。川普现在这么急，一直想把荷木兹的问题给压下来。那么他们说的，如果这个备忘录谅解备忘录60天过后呢，这个伊朗跟阿曼有没有可能继续用他们所谓的海峡管理费啦、安全服务费啦、航道服务费这类的名义，持续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战后不管所有人通过这条水道，你就是要给我钱这样的方式，对全球能源的运输来说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首先，美国为什么这么想要赶快的开放荷姆兹海峡？第一个，它最重要还是它的国内的经济、通膨，以及川普要面临到的选举，还有它越来越低的支持率。它现在支持率来到37%，而不支持率将近58%。所以你看，6成跟4成弱的这个比例其实是越来越严重。那当然，年底的期中选举就会影响到是不是民主党能够在某一个院，也许是众议院取得多数。如果这样子的话，他接下来2年多不就变跛脚总统了吗？而且可能会通过一些法案，他难以忍受的，甚至可能会要去主张弹劾川普总统。那就让我们想到他第一任的后面那段期间，其实一团混乱，而造成整个他后面在施政上的困难，以及后来他落选。那这一次呢，他面临到的是什么？他面临到是他能不能够顺利去让他的这个接班人，不管是谁了，范斯还是卢比奥当选总统，他才可能在未来他们任何人的庇护之下，避免被司法起诉啊。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关键。那这里的关键就是因为4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是3.8%，5月份是4.2%。如果6月份油价还是这么攀高，那继续往上走的话，那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影响会很大。他如果在这个月中的时候把油价掉下来，现在油价真的掉下来了。对，在这个瑞士谈判之前，也就是 G7 那段期间，6月17号、16号的时候，油价布兰特原油是93块美元。其实2月28号之后，大概都在90块以上，那没有低于90块以下，有2次高于120。那可是呢，在目前这1-2天，油价布兰特原油来到74块美元，而战前是72块，所以它目标达到了。但你要开放啊，你不能一直不开放，或者是说开放变成假的，那有限的。所以伊朗到底会不会让这个开放？
如果按照国际法的话，这种过境通行权，当然因为它是天然的海峡水道，它并不是像巴拿马运河或者是这个苏伊士运河，那不是，那是人工开凿的，所以它有就是收费。那可是呢，它可以换个想法，环境维护费，对，管理，然后或者是说管理费啊、服务费这些都有可能。但我个人觉得重点其实不是在这个费用。那费用如果高到难以忍受，那就变成大家又会一个议题出现。我个人觉得是伊朗要怎么样，还是有效的管理掌控荷尔木兹海峡。所以它此外可能会设一个管理局，那这个管理局就可以以这个管理局为名，它的这个行政或者它的这个清扫啊等等之类，或者是环境维护啊，来去收这个费用。那还有呢，它通过的航线。过去大概分这个，因为航线大概3.8到4.4公里可是呢，他现在要求在那个比较靠近伊朗这一边的这个大岛跟小岛之间，作为一个可能是这个往外走的这个水道，然后小岛的另外一边是往内行的这个水道。目前会不会继续的要求各个这个船舶造这个水道？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它还是等于有效控制掌控荷尔木兹海峡，那收费就只不过是也许一个就是这个锦上添花。为什么他要掌握荷尔木兹海峡？那这就对伊朗而言，这一次的战争他学到这个教训，荷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等于有点像是核弹级的这种对伊朗安全的保护机制，的避免美国可能再一次的在发动战争。因为天晓得川普等到年底选举过了之后，或者他民调好了之后，那以色列如果内塔尼亚胡10月7号没有下台怎么办？对，那再打1-8任，那然后呢，这个战争又恢复。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整个现在伊朗的这个情势应该讲是一种不稳定的僵局，不可能有绝对的问题解决，也不可能全面的战争爆发。那美国从韩国运往中东的萨德飞弹系统已经完全回到韩国，又重新布置，所以不可能战争全面爆发。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动态的不稳定的僵局甚至冲突仍然可能会持续下去。了解。好，刚才杨老师帮我们分析了这个荷尔木兹海峡，不管这60天的备忘录之后怎么样，这个命脉这张王牌，伊朗是必须要握在手里的。那当然，荷尔木兹海峡之后的怎么来收取这个通行费与否，还是要免费开放给大家用，这个都还不确定。但是它对于油价的影响是直接的。这段时间，刚才像杨老师说，布兰特原油一度是有跌到74-75美元这个区间那美国的柴油价格也跌破了每加仑5美元。但问题是，这比起战争前的这个3.76美元，还是超出了30%的价格。而且在美国老百姓的心中，还是会认为说，我的定锚效应就是在3块多的柴油我现在凭什么要加到5块的柴油？所以还是反映在了很多在川普的民调上，就是说你这个总统乱发动战争，害我们老百姓每天这个加油都变贵。那川普他怎么做呢？他把这个愤怒迁怒到业者上，他直接去怪业者说，我直接在这个社群媒体开骂说，你们这些大型石油公司没有跟着调降这个汽油的价格，他痛批呢这个是在敲消费者竹杠。等于他的表态是把自己的立场跟消费者站在一起了，然后来同仇敌忾，再怪这些资本家说你们没有把石油降下去，还下令说要查大型石油公司。好，上次哥，美国民众现在对这个通膨啦、油价啦，怒气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期间，好多人来来往往，这个交通使用的很大，都开始酝酿对其中选举的隐忧。这是不是给暴露给伊朗说，反正我现在持续在这件事情上跟你拖时间，我继续打这张海峡牌，我就可以掐住你的命。我们首先来看川普为什么要突然，他跟这些大型石油商美国这些都是不是美国它是跨全球的大型石油商。我想这大家都很熟悉的埃克森美孚跟雪佛龙，大概是美国最大2家。另外像康福跟西方石油，除了在卖石油之外，他们还做一些包括开挖矿产的以及这些输送油管的这些技术，所以这些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动辄来讲，按照道理，其实美国川普要跟他们合作不是吗？包括像委内瑞拉那些石油到现在拿下来了，还没开采呢，还是要看这些大型石油的油商的脸色。但为什么现在川普要痛骂这些石油商，而且说要求调查？当然，毫无疑问的，主要还是在转移啦。我们知道现在美国的高通膨的问题，包括现在美国联准会本身还没有看起来会有降息的可能，所以这方面其实都跟整个这个川普的
大棋盘，它的大战略有很大的落差。所以现在，但是事实上我们感受到的，尤其美国选民跟美国的民众所感受到的，就是现在的通膨的部分的本质里头最主要的结构还是来自于能源。尤其是石油，特别是每天加油看到那个油价，你就一直感受到觉得川普无能。所以呢，他现在就把整个所谓的大型石油商说他们哄抬物价，说他们透过油价来坑杀消费者。我想很明显的，主要叫转移整个政治压力，跟大家一起骂石油商，否则大家都在骂政府啊。他现在一讲大家想想也是有道理，特别是当油价跌下来的时候，你的实质的部分的这种零售的油价还是这么居高不下。不过我们要知道，其实现在大型石油商，你觉得会受到美国政府的很强烈的影响吗？其实就委内瑞拉的这个事情，到现在来讲，承诺要去帮他们开采那些重油的，还是很少很少。特别是阿克森美孚就完全拒绝了啊！而且我们现在知道，在整个波湾地区的重建这个部分，现在不只是荷姆兹海峡通了的这个时候呢，好像大家油价或各方面就恢复成过往。要知道有很多，包括阿曼，包括很多阿联酋，以及包括伊朗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是曾经被破坏过的。所以这些破坏的部分，包括要重建起来的这些管线输送，跟是不是要导入新的这个 AI 的这个油的管理机制，都是这一波我们刚刚讲以美国的为主的大型石油商，他们要去做重建计划的。人家可不是只有卖油，或者很多油轮在这个全世界跑来跑去。所谓这个开采，包括这些运输提炼，都是这些美国大型石油商为主的手上独有的部分的技术。所以你说真的，川普可以跟他们切割吗？除了荷姆兹海峡之外，我们现在看到是荷姆兹海峡好像通畅油价就回来，还牵涉到那么多波湾国家被炸毁受损的重建，你以为是3个月就可以修好吗？最快很多都是要2-3年为主，而且现在已经都在开始进行了，所以它这个结构性是捆绑在一起。油价本身，我认为随着油价下跌之后，应该美国部分就会降下来。而且美国其实自己本身生产很多油，他们油价降不下来很大的原因，也在信号节目都谈过。主要美国的这个页油盐，他们生产出来的是轻质的油，所以可是你这些炼油，美国自己的炼油都是老的设备，在加州这一带，所以变成是他们轻质油卖出去，再进口一些油提炼之后，才能变成现在美国汽车用的那些油。所以这种进进出出还是美国本身石油结构的问题，不是生产或荷姆斯海峡打开之后就可以完全解决的问题。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油跟海峡，这个就牵扯到了很多的钱，但大家可别忘了，海峡谈钱，核设施谈安全。这一场战争刚发动，打出的出师表，打出的理由就是美国跟以色列说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嘛，这是这个战争他们说的说法，起点是这样子。那么在谈判中，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副总统范斯，他说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就是伊朗点头了，愿意让谁来介入？联合国的国际能源总署 IAEA 可以说好，你们派员来我们伊朗做检查，我们的浓缩铀设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但这是你美国人说的，伊朗没有这样说啊。德黑兰马上就不认哦，他强调呢可以查，但是任何的查呢都是要等到我们这个60天最终协议达成之后，才可以让你这个放行哦，进入到伊朗里面来做查。说白话啦，就是要等整套细节，这个和谈、赔偿什么东西都讲好之后再来说吧。所以范斯所谓的重大突破，会不会只是他一厢情愿的说法，或者美国一厢情愿的说法？而且后面的变数其实还很多。而且目前看起来，伊朗虽然我们都知道它的海军跟空军已经被美国都已经全部限制住，但是为什么它的进退让步，还有它坚守底线的立场，透过这一次的在日内瓦的和谈，我们看出来态度还是蛮强硬的。它背后究竟还握有什么样的事情，让它可以这样持续跟美国耗下去？杨军，因为川普打这场仗犯了2个错误。第一个他在开战之前没有很明确的开战指导，他就贸然的去打了这场仗，打得莫名其妙。那第2个错误，他要中战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中战指导，贸然的就这个脱离战斗了。但你要知道，脱离战斗在战场上面是最难的。我们看到川普这次是不是因为他自觉自己陷入到战争的泥淖里面，立刻抽腿就走？我跟你讲在战场，如果在战场上面你抽腿就走，这叫什么？叫被迫脱离。那你如果说是要脱离战斗，你应该要主动脱离。主动脱离怎么样？你最起码有一个佯动或者有一个佯攻，让敌人知道说你还有作战的意图，这时候你再脱离战斗。
可是你这次很明显被迫脱离，我跟你讲，敌人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乘胜追击啊！当然这次很明显，我们按照这种战争的逻辑来看，伊朗这时候不就是在采取的所谓战略追击吗？只是说他不是在战场追击，他在谈判桌上面给你追击啊。那我们看到伊朗这次这个整个谈判的过程，从开始川普在这个在凡尔赛宫签的 MOU 开始，一直到现在。那可以说，伊朗是步步进逼啊，然后这个川普这边，美国这边是步步这个败退啊。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这个现在最明显的一个浓缩铀的问题来讲好了。其实最早在2月26号，2月28号开打，在2月26号的时候，美伊双方已经在日内瓦谈了有关于浓缩铀的问题。浓缩铀问题那时候伊朗也答应，他愿意稀释浓缩铀。他本来我就没有发展核武的计划，我的这个浓缩铀只是为了要这个发展这个核能发电，也是和平的用途。那时候伊朗有主动说，我可以让原子能总署进来检查证明我的浓缩铀降低到某一种浓度，但是你美国要解除对我的制裁以及解冻对我的资金。我记得2月26号的时候，双方谈的框架是这个样子，但是没想到美国在2月28号隔2天以后就贸然采取突袭的手段去打了这个伊朗。那这整个过程你看出来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作战指导，所以难怪现在这个浓缩铀来讲的话，当然我们在战争的过程之中，这个3月份作战过程之中，我们在这边也讨论过很多次，认为美军会不会动用地面部队这个进去，这个把浓缩铀这个把它抢出来，把它占领夺取，然后之后又传输美国这个坚持浓缩铀要放在美国自己来，要交给美国来保管那当然伊朗的说法说，有传出说是不是交给这个俄罗斯或交给中国来解除这个美国对他疑虑。那最后结果是什么？是现在浓缩铀变成伊朗自己这个要保存，自己来处理，自己来处理，降低这个弄。那美国说好，那你自己来保存，那我检查总可以吧？现在伊朗说不行。你还是不能检查，要我看我的脸色60天以后再说。对，那我们从整个谈判过程之中，你会不会觉得就像是一场军事上的行动？伊朗是乘胜在追击啊，美国是节节在败退啊。那这场战争，我觉得这种很明显的伊朗现在最大的一个作战的成果，就是最大的战果就是拥有了荷姆兹海峡的话语权。那60天之后会不会收费？那伊朗会不会借此来作为这个对全世界要挟手段？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对这件事情来讲的话，现在是毫无办法，只能嘴巴上面在那边承认，实际上面提不出任何一个作为。好，谢谢将军，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还有更多的讨论。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节目的第二个环节，我们要来看一下美印的关系呢，现在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变化？在名字的更改中来看出一些端倪哦。我们来讨论换这件名字的这个思维。近年呢，美国是一直推动所谓的印太战略、印太部署、印太这2个字啊，这让大家觉得好像把印度这一块战略看得非常的重要，作为这个围堵中国大陆一个重要的支点。但近期出现了一个什么讯号呢？就是美国国防部传出把印太司令部啊，这个重新称为是太平洋司令部的一个考量了。然后另一方面，中国外长王毅跟印度的国安顾问多瓦尔呢，他们也举行了一个会谈。看啊，这2位他们在这边举行了会谈，握手很开心，说呢双边关系现在正在正常化，而且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好，我们首先来看这个换名字这件事情。美方的说法呢，没有讲的那么复杂，说就是一个尊重过往一个历史的进程哈，然后把它修改回来，然后对于所有的作战内容啊，包括更改名称不代表作战责任的改变，印度呢还是我们这个 cover 的范围，然后基本不变，辖区包括了美国西岸的外海，横跨太平洋地区，延伸至印度西部边边等等，反正就是要然后保卫盟友，这些我们做出的誓言都没有变。反正就是说呢，我们虽然把名字改回来，但是对印度的这个策略还是涵盖在里面的。
但我们看起来这个声明没有事情，但为什么要改？事出必有因，改名字，你后面所有的行政流程、手册、看板什么东西，这后面有庞大的费用呢？为什么要这样改呢？难道美国的亚洲战略语言出现了调整了吗？从印太回到了太平洋，这些 wordplay 玩这个文字游戏里面有哪一些门道啊？其实是值得观众朋友好好的细细一一点评的。我们先请杨老师帮大家分析。这个改名只有2层的意涵了。第一层，我觉得当然是印度过去被高估了，所以他改回来。那为什么在被高估呢？3个层面呢？我觉得第一个层面，它的战略的角色跟功能呢被高估了。以前是认为说印度可以跟Quad，还记不记得？对，就是美日澳印，澳洲、印度，哦，那这个Quad到现在还是存在。它某种层面其实是一种地缘包围中国，不能说围堵，它最多就是一种包围的态势。那因此它的战略的角色，那你要相配合的，像是日本、像是澳洲的这个作为啊，在军事政策上，哦，以及在你跟就是中国的关系上，可是呢，印度显然它一直以来，1998年以前，印度根本就是跟全世界的这种大国的关系是维持就是很淡的这种连结，因此到了1998年之后，才有所谓的东望。那后来莫迪上来的时候，把它叫东进，也就是跟东南亚以及亚洲去做连结。可是他后来自己就退出 RCEP 的这个谈判。RCEP 是指就是日本、中国、韩国跟东南亚11个国家，还有澳洲、纽西兰的这个11+5的区域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本来有印度的自己退出了，那所以印度的战略角色被高估了。第二个，印度的它的就是在经济的层面，其实也被高估了。好，虽然它所谓的现在是世界第4大经济体，对不起，我们现在都知道，根本它是计算错误，就完全膨胀。它去年说是说经济成长率7.7%。人家一算了之后，其实大概只有2.1%。然后呢，他自己相关的数字的膨胀，那当然因为日元的贬值，也使得日本就是往后落，所以呢，从第4掉到第5，印度才从第5变成第4。但不管怎样，它是14亿的人口哈，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所以它这些数字被高估，然后呢，很重要的是，人家以为说可以中国+1，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制造的企业可以移转到印度去，结果这几年下来。哇！大家走了走，然后离开的离开，它太多的问题没有办法去支撑一个去中国的替代方案，做不到。所以我觉得印度被高估，因此印太总部回到太平洋总部，这是我觉得不需要去否认。啊，印度还有没有这个重要性？当然还是有这个重要性了。可是你看，在这个伊朗战争之后啊，南亚地区啊，巴基斯坦的角色提升了，哦，然后呢？他可以跟中国关系好，他跟美国关系好，可以跟穆斯林的关系很好，可以做到调解的角色，印度做不到。那另外一个层面，我觉得他改名了。另外一个层面提醒大家的是，那就是他回到第1岛链的焦点，也就是说，回到跟日本、美日安保、跟菲律宾、跟澳洲，好，以及跟台湾的关系、军事合作关系，以及希望加强这边的整个军事的部署、演练，然后呢，各方面的军事合作的连结，那我觉得这里面当然这个才是真正太平洋总部一直以来的重要的任务。它不是要把印度拉回来，使得它整个在名称上、在战略上、在整个这个经费的配置上，其实都会产生分散。你要真正的焦点，所以我们这边反而在西太平洋地区哈。尤其中国大陆这边要警惕，当他改回名字的时候，它的针对性就回到原来，而且可能会更加的强化。了解。好，杨老师帮我们分析这个回到了美国的战略中心，可能回心转移到第1岛链，因为这几年已经给了印度这个观察期了，但是交出来的成绩单不尽人意，先把你留校查看。好，那印度方面呢，
看到了美国这样子，把名字改回去了，把自己的 India 这个印呢给抽离出去了，他自己当然也会有一些小心思嘛。所以跟美国的合作，跟中国的关系，这个战略之间的比例要怎么拿捏，印度人现在也要好好想一想，这也是莫迪政府的一大难题哦。那是否会把印度开始往中国大陆来这个靠拢跟推向呢？这当然先引发了各方的联想。根据路透的报道呢，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印度的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这次跟中国外长王毅两个人的见面可以说是相见欢呐，成效的很好。双方共同努力呢，说要促进中印各项这个交往逐步恢复。更重要的是，把这几年两边闹得不开心，没有真枪实弹，但是所有拿那个木棍都在打起来的这个中印边界问题放回到适当的位置，避免来影响因为这个小事情影响到双方关系的大局。好，我们看到了这个不要因小失大，顾大局，已经双方都讲成这样话。说这场形容呢，这个外界说是非常有建设性跟前瞻性的。那事实上也是中国有这么庞大的资本，有这么强大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建造能力，当然是可以帮助印度很多在经济发展上大有可为。这么一个大邻居，你跟他如果处不好的话，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李将军，你怎么观察印度的这个风向，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的比例要怎么调整呢？当然，印度在2017年的时候，那是第一次，近期了这近10年里面第一次跟中印发生边界冲突，那次是在洞朗地区然后在2020年那次更严重，是在这个加勒万河谷的地方，双方用这个互相用狼牙棒这个互殴虽然说没有用到热兵器，可是也造成40几个人以上的死伤。所以从那次之后，中印这个双方来讲，在经济方面当然就交恶，慢慢就这个印度来讲就大幅收紧了这个中企到它国内的投资但是这有没有用？最近来讲的话，印度当然极想发展自己的企业，可是你知道印度这个国家它发展企业跟它的军工业是一样，它老是想要走捷径，老是想要说是缩短发展的期间，然后做一些不踏实的工作。它最简单的方案是什么？就跟国外去买，跟外国买它的技术，买它的产业链那是最快的。譬如说，我们都知道，印度做一样武器经常跟意大利买意大利设计的图纸，跟这个以色列买雷达然后跟法国买这个武器系统，然后拼凑在一起，变成说他自己制造出来。他产业也是这种概念，你知道？所以他想说用这个减少发展的时间，然后降低成本。那最快方法是什么？如果说是在经济产业方面来讲的话，那最快方法，那放眼世界，它就跟中国合作从中国引进相关的科技跟技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产业，譬如说现在很流行的电动车产业，那印度的塔塔汽车它就跟中国奇瑞汽车来合作发展电动车，还有发展 hybrid 的这种混合动力的汽车。那除了说是它塔塔汽车之外，另外有一个叫 JSW 的 Motor 也跟奇瑞来做合作，他希望从奇瑞那边，因为中国现在电动车技术做得非常成熟，所以他可以跟中国获取到什么？第一个是电动车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来构建。那第二个你绕不开的是中国电动车的电池电池来讲是这个电动车必要的一个动力的来源这方面也是中国强项第三个是什么？譬如说是电驱的系统，像马达这一类都是电驱系统。那这整个系统来讲的话，它等于说一辆电动车你要发展灵魂，就主要是靠这三个元素嘛那这3个元素目前来讲，印度还是要跟中国求得合作，希望这个中国奇瑞汽车跟他合作以后，把这3个用零附件或用技术转移的方式提供给印度。但是中国目前好像奇瑞汽车也这样做，但是我还是认为说是这个印度这个国家是有名的这种企业的坟场国家，很多全球的这个大企业到印度去都铩羽而归了大家有一句传言，我不知道听过没有？印度赚钱，印度花，1毛别想带回家所以印度到时候你等到企业在这边投入到某一种程度以后，它可以借着各种理由去翻开它多如牛毛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文件，就像你企业增加它的这种增加你的税收甚至于更恶劣一点，将你这个财产扣留下来。那如果说找不到法律怎么办？我跟你讲，印度还有一个方法，
找不到法律，他制定一个法律，马上定一个法律，就是要叫你企业没收。到现在为止，不管是欧美国家或者是中国在这方面吃很大的亏了。所以中国如果说企业要跟印度合作的话，在这方面还是要提高警觉了。毕竟这个国家的民族性是如此他就叫你没收了啊！大家也不要图了说印度有14亿人口是很大的市场，其实当你的这种血本无归、这个铩羽而归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灰头土脸。是。好，就像将军分享，印度人口多，机会大，但是当中呢也是有非常多的门道跟这个地雷哈。好，我们从数据来看，印度去年的经济成长率飙破7.5%，单论数字是一个非常亮眼的数字，但是就跟我们前面杨老师讲，这里面有多少的水分，我们先打一个问号。但无论如何，今年呢都有机会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并且受惠于现在全球的供应链被川普这样一搞之后呢，整个重组了。还有印度人口多嘛，他们必须有4亿中产阶级这样庞大的消费力作为兜底，所以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制造业的能力而且他们也积极启动这个制造业的引擎，企图去转型。但是印度也有非常大的像民族性也好、种姓制度还是怎么样的很多文化上的问题，他们这个贫富差距太大了，底层人民的年收入竟然不到新台币10万元呢，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差距。那他自己的本身包袱啦，很多的问题网络上就经常开玩笑说，这个任何事情都分成4个程度轻度、中度、重度，还有硬度去调侃他在这里什么任何什么荒腔走板啦、离谱至极的事情都会发生。所以想问一下尚志哥，怎么看印度的经济成长？是真的有料吗？还是过誉了这个神奇的国度？好，印度的经济成长率7.5%是高的。可是呢，实质上我们要讲经济成长率就在于说，你比较去年来讲，你整个所谓 GDP 的实质的收入或这个国家整个进出口的表现，它的基数还是小的。所以当你基数比较小的，我的意思说，相较于中国可能是上兆美金可是对于印度来讲，它就是小不拉几，所以它只要成长的数字多一点点，就可以体现在这7.5。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众所皆知，是不能说灌水，就是它基数小。当然，我们要回过头来谈到印度之所以能够发展到现在，坦白说，这10年来当中还是有一个主要的这个轴线，这个路径。首先，我想我们都理解，一开始是什么？其实总体来说都美国扶持，但一开始是什么？一开始是美国对于一些软体的外包，大概在10几年前 .com 之后对，它很多软体的服务的外包，其实在美国的部分服务成本高，可它又不能够给英语系要不够强，比如中国大陆不够，所以就是外包到印度，所以包括 Bangalore 整个这些印度最重要的工业制造跟软体城，都是因为美国软体外包开始。于是之后呢，也包括硅谷的这些 CEO 也越来越多印度，然后都知道，我想我们在这个网络上看到很多印度就是家族都拉一拉，没错，最后整个可以说科技业里头，包括先前的马斯克的 X 里头，满满的都是印度的高管跟部门的主管，直到他进来之后，把所有都把他砍掉，一夜之间砍走，才换成以中国人为主的部分的研发团队。当然还有包括美国产业的扶植，为了要去中化，所以这去中化大概就是在疫情期间之前，包括美国政府跟美国很多主要的厂商在某这种要求之下，从中国撤离到印度，所以这里头也包括了苹果手机。不过呢，印度不得不说，他们有几个重要的优势，还是对于制造业当中是大家没有话讲的。首先就是人口红利，在中国跟日本这些制造大国，在亚洲地区大家都高龄化，只有印度都一直生孩子，他们没有高龄化的问题。印度也土地也非常非常大。虽然它的土地没有太多资源，我们要注意那么大的土地的位置，中国、俄罗斯很多地方都有资源，但是因为南亚盆地它是一个沉积岩，是因为河流当中积沉的，所以它实质到目前来讲，不像在中国或者是加拿大、澳洲这些大地方有非常多什么稀土矿，你都没有听到印度有非常多厉害的这些矿产，所以它的土地的利基不够多。然而它人口确实是它最大的这个帮助，但是现在大家面临的问题都是它的税务有问题，它的机制有问题，它也杀熟，从杀中国的这些小米的厂商，现在连苹果都敢杀，所以这个里头都使得现在大家觉得长期来说，如果你的体制不行的话，大家已经经历印度发展了10年，发现撑不下去。还有刚刚还有最公正的印度本身的基建能力，尤其能源方面的欠缺，是任何制造业工业发展大国当中最大关键。连美国现在都受不了了，你觉得印度的现在的能源政策能支撑它的制造环境吗？是。好，谢谢尚志哥的分析，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回到环球大案线节目现场，我们继续跟3位来宾讨论，现在是中国跟日本在稀土上面的神鬼交锋哦。日本这一次是真的急了吗？一边高喊说要摆脱中国的稀土，但是一边私底下在搞一些小动作。什么事？竟然有人想偷偷把这个稀土的管制品给带出去。事情发生在5月的时候，在这个辽宁的大连有关部门呢就拘捕了这个2位日本人，他们涉嫌呢违反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跟这个物品罪。他们怎么做的呢？把这2个人呢，就是用稀铁、瓷土把它嵌入到其他的产品，然后假装这样带出去，然后抵达日本后再把它拿出来，也是蛮劳师动众的做了一些小心思，想规避，但是最后没有用，还是被抓了个正着。那这件事情呢，这个也是直接闹出了一个笑话嘛，所以日本的外交部呢就借机来调侃这个抱歉，是中国的外交部就借机来调侃日本，说应该要教育这个日方教育在华的日本公民要跟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那日本当然这次理亏嘛，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反击了。好，我们看到日本的企业员工也好，还是做一些商业间谍的这些动作也好，近年其实是时有耳闻的。之前台积电跟这个东京微科的事情，到现在大家都还记得这件事情。然后现在又想要从中国这边去拿一些不该被输出到国外的东西，怎么会这样呢？是实际上明面要不到，我现在私底下来做这些歪脑筋小动作了吗？这虽然是一个小事件，但它背后反映的大格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日双方在稀土这个层级上面在做的一些较量。怎么看这场神鬼交锋？杨老师，静乔，这个事件开始是今年的1月6号，1月6号就开始了。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就宣布对日本的就是军工产品，采取2用物项的出口管制。那这个军工产品当然指的就是去年11月开始，高市长们提到了台湾有事，以及日本整个要开始走向再军事化。后来呢，出口杀伤性的武器，要去修改非核3原则，现在还要修宪。天哪，我已经数不完了。军国主义扶贫，对，就是中国大陆认为你是在走向新型的军国主义。那而且在政治跟外交上，其实采取的是一个跟中国敌对的，也就换句话说，我们台湾人就很懂啦，是抗中保日，就这样一个态度。所以呢，他对于你要去发展军工产业，不是民用商业的民用商业的他没有管制，但是军工产业的2用物项，那2用物项通常就涵盖了可能有稀土，然后呢稀有这个矿产以及一些其他的铝粉这些都可能是2用物项。2用物项的这个范围其实蛮广的，我们叫做这个 dual use civil mill 的 dual use 这种2用物项。那当然最核心的就是稀土，还有一些稀有的这个金属。那因此他就从1月6号开始采取管制。那这个日本现在碰到个问题了，因为日本有很多的企业事实上他左手做军工产业，他右手做民间商业，比如说三菱重工，对，比如说川崎重工，比如说 IHI，到了2月份，中国大陆就把这20家就列为是日本军工企业，就这些企业通通有被管制，而且还不准第3企业或第3国的这个任何的机构去转售由中国取得的这些，然后呢转卖给日本的这些被管制的企业。这某种程度也叫一种叫做域外管辖权，对，但是别的企业当然不敢违反，对，否则的话你就拿不到了，对不对？那当然这个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冲击？现在你看到大概稀土已经大量的下降，到5月份的时候，钨基本上已经完全没有了，然后呢，氧化钨也大量的减少，在这几个月以来，从1月、2月到5月，然后到6月，那野村综合研究所它有一个评估。这评估已经这个出来一阵子，他说如果这个持续3个月就会对日本的企业造成的6600亿
日元的影响，大概42亿美元。那如果持续一整年哦，就会造成2.6兆日元的影响，而整个日本的 GDP 会下降0.43%，这蛮严重的事情啊。因为日本它自己本身很多的企业其实不是分得那么清楚。同时，这个时候呢，在上个月，日本在中国的就是中国日本商会8000多家日本的这个企业就联合起来啊，向中国政府这个请愿，就希望说，第一个这个整个过程能够比较透明化，这个过程能够更清楚，然后能够加速哦。然后，因为他们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在申请稀土或者稀有这个矿产出口的时候呢，怎么样做才能够确保说，这个不会被拖延或者是被拒绝啊，因为被出口管制。但是中国要倒过来跟这些厂商讲，你自己把资料准备清楚啊，你这个东西到最后会不会用在军工的产业？但这个东西哈，其实本质上很难去划分的。对，所以我们现在看这2位就是夹带哦，这也是蛮聪明的。对，我原先第一时间看到日本的这个共同社的报道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真的是稀土的你不可能带土吧，对不对？那稀土的成品怎么能过得安检呢？我在想，不可能会是稀土制造的技术，的文件之类的，或者是这些设备跟器材。因为我们来了解稀土啊，不是只有那个土，日本现在想要去开矿，也不是只有那个成品，那个成品占重稀土，中国大陆占90%的出口的量，而是最重要的是你把它做到那个阶段，可以用在战斗机，可以用在半导体，那个过程的 IP 技术跟就是制程，这些中国大陆有3大稀土公司啊，它就在稀土界里面就是稀土的台积电。是，所以呢，这些相关的技术器材或设备，会不会也是日本政府日本企业了？日本企业，日本企业，日本政府对，有可能不知道会不会是日本企业啦，因为日本政府要成立国家情报局嘛，所以就是说，他们这些作为，当然现在看被逮个正着，真的，那当然就很清楚，就他们现在真的是急得跳脚啊。好，这个日本企业出一些小招，但是被抓个正着，但令他们头皮发麻的事情可能还在后面呢。因为现在中国对高纯度的币还有这个碲化币有点饶舌，反正就是一些这种稀有的稀土出口管制已经确实冲击到日本的厂商，有谁？包括了 Microtech 供应链、Ferrotech、KLK 等等你可能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他们都是在整个稀土供应链里面很重要的厂商。日本也知道麻烦大啦，喊出了2条路。第一条，我们车厂要减少使用稀土，都知道嘛，日本车厂是非常大的，丰田全球第一好，这个日本的零部件 Astemo 号称呢，用铁要取代这个稀土铝我是不知道用铁要怎么取代但这项这个技术可能要2030年才可以投入使用。第2条就是靠回收了，我们都知道日本的资收做得非常好这个去玩这个分类回收要很清楚，但是现在稀土也要做这个资收了，要把这个里面的东西都抠出来，跟法国合作，准备在明年2027年初就有望来重启这个回收的项目。但是这些东西现在说是这样子，能不能实际上路，我们还要持续观察。更不要说你要从这些废弃的马达回收这些时间成本、纯度、环保议题这都是旷日费时的东西，绝对是比不到中国直接断供你来得快的。所以日本寻找替代方案，另辟蹊径，这绝对是一个长远的避险选择，这没有问题。但是时间不等人这件事情稀土不是像哆啦 A 梦从口袋拿出来就有你怎么改变，你都要一些时间的沉淀。跟得上中国这一波断料危机，直接断你的炊吗？上志哥，好，我想其实一切都要回到我们在讲说，中国大陆在2006年今年的元月的时候，正式宣布了对于所谓的日本是一个精准跟长期的稀土管控计划，这里头有1005个专项。其实一开始大家就觉得大概1500都是在稀噜噜，可是呢，真的到现在历经了几个月的库存消耗之后，逐一大家开始这个专项真是看起来真是大学问。我想从前面我们都知道，刚刚讲钨的影响，就还是在于他们一旦发现说整个半导体当中要用的这个钨没了，而且人家永久不生产了，也就是说要等到日本的企业说了它的严重性，大家才知道多严重。好，之后这几天前阵子突然出现
工业钻石这个部分对日本的包括前盾、大道前盾，包括一些切割，包括半导体的折射，都受到影响。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在1005的专项，因为先前没有叫钻石，叫做硬性材料。也就是说，这1005项扩展有多大？这几天出现的东西就是刚刚讲的币。币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好，我们简单讲，它就是在最高阶辉达的最重要的最高阶的晶片当中的能耗跟发热最高的可能2个很微细的晶片端中间要用壁来阻隔，因为你不阻隔，它们可能就瞬间就烧掉了。所以这个壁的应该说它不是对所有的晶片，但是对最高阶的晶片，所以最近才发现糟糕，这个壁就是最近才发现的，没货了。好，但是大家工艺的部分是没有错，半导体晶片这是重稀土。目前为止，中国对日本的轻稀土的管制看起来其实没有太严重，主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些重稀土。好，现在是什么呢？是日本的制造业，他们现在日本的汽车哦，特别在电动汽车用到的，就是我们提到的有3个重要的东西，就是金字部的，一个是乙，一个是锗，一个部分是特。这3个都主要都是做跟磁铁、跟区控元件有关的。我来讲一个数字，这个乙哦，我认为就接下来为什么现在是日本的汽车业要跑去中国了？因为乙跟去年相比，你知道今年为止它的整个进口，日本进口是去年的1.13%，你知道多少对不对？好，我们看锗跟特呢是0，完全今年是没有任何再进口的。所以对于现在掀起了日本的这个汽车制造业有库存一直用，可是现在虽然不是快没有了，可是都可以完全算得出多久之后就没了。而一旦没有的部分，是整个跟日本的电动车跟车相关的关键零组件是全部都要停工的哈。所以为什么现在日本这些民间拼了命的要绕过或不理现在日本官方，要自己寻求中日的民间友好的渠道，要好好的去沟通。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稀土本身，日本当然现在讲了一大堆，包括他们深海来开采啊，跟包括澳洲啦，包括跟印尼、加拿大的合作啦，跟美国、欧洲一起来建，然后刚刚讲无稀土，包括回收的等等的。然而这些最大的关键不是合作的对象，这些都是一个政府想象中的愿景当中要有技术，要有人才，资金也许有，但是现在看到所有现在日本曾经说过的最快能够建好的都是2030年之后。可是眼前这几年当中的实质的欠缺，现在就是日本所有民间产业当中不断的喊天喊地，无论如何要自己突破的关键了。了解，刚才双志哥帮我们分析了很多，真的是中国对日本限制的这个精准的组合拳啊，真的是套路是非常深的，一环接一环哦。原本乍看没怎么样，你实际上等库存消耗完，你才知道痛了。所以现在让这个住友电器工会的会长松本正义，他都说，哇，我们真的做不下去。如果中国持续把我们拒于门外呢，那日本的制造业必将陷入困境哦。这个工业的大佬都已经直接这样讲。但是尴尬的是，民间这个哭天喊地、求爹娘没有用啊，因为这个首相不认啊。我们看到彭博社报道说，首相高市早苗他持续在不满跟北京杠上的梁子嘛，所以传出呢，他不愿意在 IPEC 期间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哦，这就跟日本企业赶快很急啊，希望赶快复合，跟中国这个官方供货赶快复合，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我们看到领导人在民间急得要死的时候，他还摆出了一套非常高冷的一个姿态哦。我传出我就是在 IPEC， 我不要见习近平，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你是看你自己的企业全部倒光吗？只为了保持你自己这个高傲的水准，说出去的话你要坚持到底吗？这样做是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将军帮我们分析一下高市早苗的内心戏是什么？高市早苗哈，居然说中国北京哈对他做人身攻击，所以他在 APEC 会议上面他不见习近平。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台语叫做更小灯熊 key 了。这个反而这个先发制人，我先表示说我生气，是我不见你，你确定是习近平不见你，还是你不见习近平？我觉得习近平根本就不想见你这个高市早苗，因为你从这个你上任之后发表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一番言论之后，我们看到中日两国不断的交恶哈。然后刚开始中国是可以说是温水煮青蛙的方式，
但刚开始是包括到水产方面的制裁，还有旅游方面的抵制等等哈。那时候日本可能还不觉得痛，但这次才发现说他们在稀有金属方面，确实是被打到七寸上面。现在所有产业已经是到火烧屁股了，真的。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六氟化钨，其实钨还不是重金属，它是提炼的这个金属而已啊。只是中国有这个技术，将这个钨提炼到6个 N。什么叫6个 N 呢？就是纯度是99.9999%哈，这么纯的钨，中国钨可以提炼出来。那六氟化钨又是做半导体很重要的一个气体。那现在日本的这2家生产六氟化钨的这种企业来讲，已经停产了。另外第二个有关制造 MLCC， 最近这2天所有产业界讨论的很热烈的这种电子元件它需要氧化镝这种元素。那镝就是一个重金属就是重金属稀土元素。那这个日本有3家产业，包括春田、TDK 等，这个可能在月底就已经这个就没有货了就生产不出来。那我们现在讲的，包括到高纯度的锑、还有碲化醚这几样东西，可能月底也即将见底。所以日本现在可以说是这个企业界非常急了可是你要知道，日本的这种军工，他讲中国对他是军民两用，可是日本没有标准的军工的企业，你知道，像美国还有洛克希德马丁就纯粹生产军事的，你或许还有，那日本都是军民两用的企业，比如川崎重工啦这个或者是三菱重工等等，都是军民两用。那我只要对你这个企业一制裁，不只是制裁你的军工产业，根本连民生产业都会被联络到。那日本由于他要这个高市上来以后，积极除了说是台湾有事的这番言论激怒了中国大陆，另外他也积极在发展所谓军国主义，他要造飞机飞弹大炮等等这些东西。那对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要元素就是这个重稀土嘛。那这方面中国对你实施管制的话，我觉得日本来讲的话，这是很难。那可能他高市早苗只剩下一条路，学立陶宛的总理自己辞职，然后换一个新的总理上来，整个改变政策，才有可能挽救日本的企业。了解。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还有最后1趴的讨论。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来到节目的最后1趴，我们要来探讨算力呢，它从诞生的一刻起，就是决定了文明生死。大家知道吗？在1940年的时候，计算机科学之父艾伦·图灵，他在当时面对德军号称不可能破解的这个 Enigma 密码机，他顶着无数的狂轰滥炸，在他的小密室造出了图灵机，从此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也让这个算力直接变成了胜负的这个决定权。好，8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回到了一个新的算力舞台。这一场围绕智力跟算力的军备竞赛，下一个回合已经跟当年的图灵机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现在已经进化到一个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地步。他是谁呢？我们来看到一组令人头皮发麻的数字：每秒2.19百亿次浮点运算，这是什么概念？我跟观众朋友讲一下，相当于你全球80亿人呢，我们每秒所有人都不吃不喝，我们就每人每秒开始疯狂的做这个算术。那这台机器它只要1秒钟就抵全球所有人做的事情了。它就是来自中国发明的这个图圣超级计算机。好，时隔9年，这台机器帮助中国呢夺回了全球超算的 Top 500的第1名，这比美国的这些竞争者足要快了20%的速度。那一经问世呢，又掀起了中国又夺回这个算力龙头地位的一个讨论。想请教一下杨老师可能观众朋友平常都是用普通的电脑、民用电脑，他们对于这个超级计算机不是那么理解，这台图圣它究竟厉害在哪里？还有我们说超算量子运算，这往往就是跟下一代的军事科研运用高度绑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嘛。那这件事情它的问世，会不会象征美中在这些顶尖的算力上形成了一个黄金的交叉点？
它就是10的18次方，好，所以2.19乘上10的18次方的浮点运算，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天文数字，无法想象。你如果用全世界的人口，全世界人口现在80亿，对，分给大家，每个人每秒要算到2.75亿次，所有80亿人1秒，然后这样计算，才等于这个林胜的1秒，所以到达这种地步，那它的意涵是什么意涵呢？第一个它最大的意涵，我觉得其实它这个速度已经超越 Number 2， 美国的那个电脑一个叫做 EI Captain， 那个它还不到2，这是已经第一次人类的这个超级电脑超过2的这个100亿次，我们叫 extra floats。那因此它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且 Number 1得到国际的这个确认。第二个，这更厉害，它完全用国产的晶片系统，然后呢网络，完全不用就是美国的 GPU 或任何的其他东西，它用 CPU， 它用国产的麒麟，它用相关的这个网络所建构起来这一台超级电脑，也就是说，中国整个在实质运算能力上以及持续运算能力上都已经超越美国。是，而超级电脑在做什么东西比如说超级电脑在做这个半导体、新药，当然还有就是这个战略，以及所有你可以想象很复杂的航空、太空的这些层面。那因此，在中国大陆所呈现的是，不用美国所谓最先进的设备，然后呢，这个技术以及相关的这些硬体、软体，它用自己本身的国产的这套体系做出来的这个林胜呢，已经超越美国。那当然，在很多的技术层面，未来的运用层面就很广，尤其它这未来在 AI 的运用的这个层面呢，还没有得到进一步完全的开发。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得到就是整个国际的认可的这一套的这个超级电脑其实展现出来中国在过去这10年、15年的这个期间整个全面性的，你看到现在已经大家好像有点忘记了。我们前面1、2年在谈的中美的科技战的时候，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科技打压的时候，后来到了差不多2024年、25年的时候，中国在很多全世界，而且都是国际的机构的研究发现到，超过63个全世界的关键核心的技术，中国已经有将近2/3是领先全球的。然后更不要说这个是在技术的领先，那现在在实际的制造业跟这些成品的产值，在全世界也是大概在全世界7大的这个产业的项目里面，10大产业项目里面有7大是领先，而美国呢就是大概在 IT、新药以及这个太空航空那我必须要解释IT 因为美国自己本身，也就是科技业自己本身因为科技战的关系，把西方的市场给垄断，然后呢，新药这个中国现在也要追上。太空很简单，因为它让 SpaceX 的商业化，所以把钱都吸来了，所以才会好像在产值上领先。因此，你就在从技术在做全球的制造，现在看到了这个超级电脑2.19亿次的浮点计算。好，当然这个离我们老百姓使用很远所以大家对于林胜可能还非常厉害，但你不知道它有实际上厉害到什么程度，难以想象。但如果说这种东西是放在实验室的这种国家级的重工业，那人工智慧的这种大模型框架才是真的走进大家手机里面的这个轻骑兵我们刚刚看到，不只有林胜这一招中国 AI 运算发展现在是组合拳的模式，一家厂商智谱 AI 他们甩出了一张王牌，推出了一个叫做 GLM 5.2的模型。它在很多的第三方的这个评测里面是可以击败美国的独角兽大厂 Anthropic， 它现在这个如日中天的 Cloud 这个模组的，而且让矽谷工程师更惊呼的是，这个智谱他们后面没有使用辉达的顶级晶片，这就很神奇了，降本增效秘密是什么？我很好奇。其次，这么厉害的代码核心代码，他没有要这个独乐乐他说我不如众乐乐，我开源，欢迎大家一起来用
用这个中国开发出来的好东西，这就颠覆了美国玩单它一套我垄断我收费的商业模式啊！这狐狸卖什么药？继 DeepSeek 之后，这个 GLM 5.2会不会是一个令人非常期待的中国又一大物？对，现在大家特别注意智谱这个打败这个 Cloud 的这个最新宣布是在6月13号哈，因为这个有个时间点，6月12号，美国商务部突然不知怎的突然宣布不准美国之外的用户用这个 Cloud， 就 Entropy 的这个 Cloud 的这个 Fable 5，它因为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什么呢 ？AI agent， 大家了解哦。现在很多数据模型，我们跟 ChatGPT， 我们在 DeepSeek 的这个较量当中是跟大语言模型，大家问他问题，叫他设计图等等之类的，它是个综合性的。可是现在最新的都是叫做 AI agent， 就它有个 agent， 有个代理帮你做跨软体或类似之类的。那么这次跟 Cloud 的这个比较，首先刚刚讲第一个是6月10号，美国宣布最厉害的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不准你用。哇，这个 Entropy 真的是受不了，因为 Entropy 先前不愿意配合美国国防部变成给他们的这个军事 AI， 他们拒绝了。所以现在对于很多的这个使绊子，虽然 Cloud 公称是最好的这个 AI agent 的这个他们现在的这个使用的工具。好，6月12号不准引用，结果6月13号，中国大陆的智谱就宣布了他们这个 GLM 5.2流模型，而且立刻行家们对拼什么呢？拼网页设计，就我们刚刚讲它是 agent 嘛，帮你做个厉害的网页设计，拼资安漏洞的寻找，拼长程式的部分的设计，结果全部都质谱赢。大家注意哦，这个不是 ChatGPT 跟 DeepSeek 的那个语言模型，叫做 AI agent， 是世界上趋势上最重要的。就如同刚刚杨老师所特别提到的，他们其实用的是华为的晶片，他们用 MOE 是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模型，既然能够开发出能够打败全世界现在最厉害、美国最厉害的这个 Cloud 的 AI agent， 而且是旗舰型的 agent。宣布6月13号那一天，所有企业的运用，而且刚刚讲它是开源，而且它的使用成本就只有 Cloud 的1/6，它用的 token 的跟能源跟各方面是更便宜，所以基本上呢，现在虽然大家觉得马斯克也说可能中国最厉害的 agent 会比较晚，可是现在才不到6月底呢，所有这些大语言模型，刚刚讲图灵的也好，包括现在的 AI agent 的最新，都已经迎头赶上了哦，所以这几波的这个动作也让智谱的在这个香港上市的部分突破1兆港币，所以他们说他们要最厉害的这个不能让少数人用，所以开源这个是另外一个中国大陆可能会跟美国对抗的很特殊的路线。哇，开源这条路确实就很特别哦，就是中国的 AI 发展已经跟美国还有西方那一套商业模式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未来中国就是看这2大板块在做这个 AI 的竞争。好，我们再看一个目光哦，可能一组没有像刚才看到的凌盛机器那么会运算，或者像这个 GLM 那么厉害的 agent 令人期待，但是也有非常多这个风向意义的一个经济数据，那就是现在日本。大家都知道嘛，我们在很多的这个 AI 的领域里面，或许大家想到先进制程，会想到台积电，想到 HBM 的这些高频宽的记忆体，会想到韩国的三星跟 SK 海力士。但是行家都知道，日本在这个行业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作为供应商、设备商还有材料商这个领域啊，其实日本有非常多的隐形王者，从光阻剂、关键清洗、薄膜、气体、靶材等等，日本其实把握了很多半导体里面的这个一环。但是现在日经新闻就报道，日本半导体设备开始对中国大陆的销售额出现了破天荒的减少，先减少了多少？10%，这就是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因为现在全球包含中国大陆都在持续做 AI 基础建设的大兴土木，照理说你应该用的更多才对，但你既然减少了，我们只能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自己的产出把这部分缺口补上了。我们合理怀疑中国半导体国产化的进程已经在鸭子划水。底下呢，开始越来越多的这些厂商啦，配合的厂商已经可以把这个洞给慢慢补上。将军，你有观察到这一块吗？日本5大这个半导体的产业设备企业，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对中国的销售额是1.66兆，1.66兆，但是到2025年的时候只剩下1.47兆整个下滑了12%。那是不是中国在半导体产业的需求减少？不是，它反而增多哈。我跟各位讲一个数据，在2021年到2025年，总共4年的期间，
中国半导体设备总共成长的数额是这个21%，可以是加倍成长。那为什么中国这个需求加倍成长，反而从日本进口的这些半导体设备反而减少？那很明显的是中国自己有自主能力，它开始开发生产，而且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是由政府来主导带领的相关的企业来共同发展，建立自主性的半导体的产业的这个供应链。